欧冲突爆发半年，欧盟却前所未有的衰落下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只用半年时间，欧盟成了美国桌上的菜，美国人却无福消受。回首欧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个喀布尔斯克头阵小兵，欧盟却志得意满，还想着要解散北约，建立欧洲军。眼看着美国就要压制不住欧洲了，而如今欧冲突爆发半年过去了，欧盟又是能源危机，又是通胀高企，军备库存也因为援助乌克兰而骤将枯竭，俨然成了美国桌上的一道菜。但是就算欧洲都这般虚弱了，还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打下去。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其实还是离不开美国这么多年以来对欧盟的渗透，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军事上，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就在欧洲建立了北约，向欧洲的军事力量伸手。虽然后来苏联解体，北约没有了维持下去的必要，但是已经吃下去的肉，美国肯定不愿意吐出来，所以通过将俄罗斯树为假想敌，依然维持着北约，继续掌控着欧洲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受控，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了，可以说他们几乎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第二，文化上的，美国掌控了西方绝大多数的媒体、影视产业，这也是最容易影响到人的思想的产业。美国就是通过媒体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将亲近美国、反中反俄等各种各样政治正确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欧洲民众的脑海里。当然，这个不仅仅针对欧洲，应该说全世界都是美国的目标，只不过欧洲更为发达，对美国又不设防备，受到的影响也就更大些。第三，政治上的，欧盟也不是就没有明白事理的官员，但是他们都要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官员做出决策也是要看民众的满意度。但是欧洲民意被美国媒体裹挟，导致的结果就是官员大都会做出更加亲近美国的选择，以争取更高的支持率。渐渐的，欧盟高层就被亲美派占据了。像欧盟主席洪德莱恩全家都是美国人，但是依然成为了欧盟的决策者。这在我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却在欧盟发生了。由此可见，美国对欧盟政治上的影响力有多大了。美国正是通过这样全方位的渗透，成功的挑起了俄乌冲突，让欧盟跟俄罗斯站到了对立面。事实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法国、德国这种老牌的西欧国家还是不想与俄罗斯根本对立的，反而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美国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之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向美国投降，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也正是因为明白自己无法应对美国的舆论战，哪怕欧盟现在自己能源危机、经济危机都火烧眉毛了，还是只能继续援乌反俄，只能寄希望于民众意识觉醒，用现实来打破舆论攻势。美国如今为了收割欧盟所做的一切，都被世界各国人民看在眼里。好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不是美国一家独大、无人敢言的时候了。美国人就算把欧盟的所有财富都收过了，恐怕最后也只落得个消化不良的下场。好，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你的关注。